在中国海域周边，接下来备受关注的将是英国航母舰队来南海挑衅的事情。本以为英国军舰在黑海挑衅俄罗斯遭实弹驱逐之后，会让英国长点记性，放弃到别国周边海域逞威风的念头，但是英国反而展现出一股愈挫愈勇的态度。不久之前，英国外交大臣在即将前来南海挑衅之前，隔空喊话中国不要感到紧张和焦虑。其声称，尽管英国军舰在黑海同俄罗斯激烈对峙，但是仍然不会影响英国航母舰队接下来的行动。从表面上来看，英国在面对强大的中国军队时表现得丝毫不惧，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英国驱逐舰在即将前往印太之际的一举动，就将英国的色厉内荏给完全暴露出来了。据船舶动态数据显示，此前在克里米亚挑起事端的英国皇家海军的卫士号驱逐舰的最新轨迹引发媒体关注。按道理来说，其本应该跟随英国的航母编队一道前往印太地区，但是最新消息显示，其在英国航母舰队进入红海之际，中途开溜折返到了地中海另一端的直布罗陀港口。对于卫士号驱逐舰这一反常动向，不少分析人士指出，其很有可能不再参与接下来的印太挑衅活动，而原因似乎也很显而易见，英国舰队怂了，害怕了。据早期消息称，隶属于45型驱逐舰的卫士号因技术缺陷问题，尚无法进行弹道导弹的防御工作。从这一开溜的动向中，我们可以知道，英国所谓的镇定不怕都是装出来的。可以想象的是，面对英国如此清晰的敌意，中方必定不会视若无睹。一直以来，英国都甘愿在挑衅中国上充当美国的急先锋，除了在军事上的挑衅举动外，英国还频频口出恶语，重伤中国。可以说，这次英国舰队不远万里前来印太挑衅，或许正好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在杀伤力强大的东风系列导弹面前，无法反导的英国航母舰队就是妥妥的海上标靶。如果他们胆敢做出在黑海挑衅俄罗斯一样的举动，那么中方的回击也必定会让英国人印象深刻。如今的中国已经不再是100多年前的中国，而英国也早已经不是盛极一时的日不落帝国了。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第2海军，打击一个区世界2流海军可谓是轻而易举。经过这么多挑衅之后，中国也深切的明白，必要时候只有亮明拳头，才能最大程度的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最近因英舰闯格领海、北约32国演习等，北约和俄罗斯关系再次紧张。在事态不断发酵的背景下，俄罗斯方面想到最坏的情况，冲突一触即发。为何说要请中国帮个忙？12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近来美俄关系相当恶劣，美国及其盟友多次挑衅俄罗斯，甚至鼓动乌克兰出兵，战争一触即发。近日，美国主导北约举行的几场海上军事演习也相当明显。即使不久前美俄刚举行领导人会晤，局势不仅没有缓和，反倒更紧张。俄罗斯总统普京甚至罕见喊话，即使击沉英国军舰，也不会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因为他们知道不会赢。事实上，俄罗斯拥有巨大的核武库，就是其最大底气所在。然而，北约舰艇还是在黑海上肆无忌惮挑衅俄罗斯。俄媒认为，水面舰艇制造业的衰落是现在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据俄罗斯军事媒体 Topor 看文指出，虽然俄罗斯正重建强大的海军，但俄罗斯造船业问题复杂性如此之大，需要很多年才能克服。目前，俄罗斯已经能够制造22350型护卫舰发动机缸体的本土化，但是护卫舰、巡洋舰，甚至连新型航母等都仍是一个梦想。如果当俄罗斯被迫在临近海域发生战争，会发生什么？没人注意到俄罗斯其实还没准备好。我们将如何在合理范围内快速拥有一支随时待命的水面舰队呢？报道提到，俄罗斯海军2011至2020年的国家军备计划可能是失败的。首先，该计划被反复修改，设定时间也过于乐观。其次，不少项目遇到困难，比如22350和11356工程护卫舰所需的燃气涡轮发动机被乌克兰停止供应。最后，俄罗斯造船成本和时间都要高于日韩、中国很多倍。俄媒指出，在俄罗斯对水面舰艇需求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俄罗斯如何快速并相对低成本的建造大型水面舰艇呢？中国能满足这一要求？中国造船业惊人的发展速度有目共睹，并且有能力根据伙伴的要求建造定制军舰。举个例子，巴基斯坦海军正在中国协助下扩大规模，今年巴基斯坦将从中国接收4艘054A 护卫舰，这个能力是比较罕见的。如果需要，俄罗斯也可以从中国造船厂订购军舰。显然，在俄罗斯造船厂无法满足俄罗斯海军需求的时候，选择中国会更快更便宜，一点都不开玩笑。中国在这方面远远领先俄罗斯。此前，越媒也指出，如果有一天俄罗斯不得不和北约直面对抗，中国将是俄罗斯仅有保障。无论是经济、外交还是军事层面，两国关系早已超出盟友范畴。
在7月12日，南部战区公布消息，当天美军本福德号驱逐舰未经批准擅自闯入中国西沙领海，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事实上，这个方式让很多国人不太满意，呼吁要和俄罗斯学习，因为在前段时间，英国舰艇擅自闯入俄罗斯领海时，俄罗斯直接在英舰航道上投放了几枚导弹，让人直呼过瘾。所以很多人认为，美舰都来了多少次了，中国也应该给美舰一点颜色瞧瞧。不仅如此，在13日，美国太平洋舰队还在社交媒体发布本福德号驱逐舰在关岛附近发射一枚标准2防空导弹的照片。美国第7舰队还反驳称，本德福号在西沙群岛宣示航行权利和自由，符合国际法，还反过来指责中国以牺牲东南亚邻国为代价，宣示过度非法的海上主张。很显然，美国如此挑衅，是又想在南海制造紧张局势，煽动东南亚邻国在南海展开对峙。但是美国的行为出卖了自己的意图。最近南海战略态势感知消息显示，6月美国累计出动大型侦察机前往南海活动数量较上月减少了1半，美军侦察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东海、台海，而美舰几次闯西沙群岛领海，想让中国更多精力聚焦在南海问题上，忙于处理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如果我们真的对美舰炮击，势必会引发新一轮南海对峙，从而影响祖国统一的大业。俄罗斯是警告英舰多次无效，毕竟俄领海3海里才被迫实弹警告，而我们一警告，美舰立马就掉头撤了，其实就是来碰瓷儿的。这个行为除了恶心人，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事实。就在同一天，解放军也展开了实弹射击，只不过是针对台海。13日，中国央视军事报道，第72集团军某旅防空部队展开了一场对空多目标综合防御打击演练。为掩护登岛部队向纵深攻击，在敌军5支无人机、巡飞导弹来袭之际，解放军车载便携导弹、红旗导弹、自行高炮等装备协同打击，成功摧毁目标。最近东部战区频繁展开实弹模拟演习，包括抢滩登陆、装载航渡等科目。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远比俄罗斯更严峻，西部要防着印度在边境搞事，东部防着日本夺岛，南部得防着东南亚邻国在南海搞事，还得警惕美日澳介入台海局势。目前统一才是最优选项。美国想转移焦点，我们不能上了这个当。希望大家能有个理性思考。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美国就将中国视为其霸权主义的主要挑战者。因此，在拜登上台之后，美国就开始拉拢盟友对中国进行疯狂挑衅。近日，美军舰又再次做出一个危险举动，似乎是想借此来给盟友们做个榜样，想让他们照着美军的模式对中国表演一遍。据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发布的消息称，7月12号，美国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在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下，擅自闯入了中国西沙领海。这毫无疑问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行为，因此解放军立即组织了海军和空军2大军种的兵力，对美军军舰进行了跟踪和监视，并予以相应的警告和驱离。很显然，美军的这种做法就是一种挑战中国主权的行为。在遭到中方严厉警告之后，原本以为他们会有所收敛，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美国竟然如此厚颜无耻。在中国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是不折不扣的南海安全风险制造者之后，美国第7舰队官网居然还做出回应，声称中国的声明是错误的。美军对此强调，他们的美军舰队每天都会在南海展开行动，并且还会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展开密切合作，来共同维护国际秩序的自由和开放。对于中国的谴责，美军表示那是歪曲事实的言论，是中国想要阻止美军展开自由航行所采取的手段。除此之外，美军在强行反驳中国的谴责之后，还特意公布了3张军舰行动的现场照片。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有点威慑中国的意味。而美军之所以会如此咄咄逼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许多领域，美国并没能有效地遏制住中国的发展，所以他们才会将希望寄托在武力施压的方面。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军的口头警告等措施已经对美军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那么留给中国的，或许就只有开火警告这一个选项了。在美军下次进行挑衅时，我们不妨用最直接的方式去予以回击，让我舰奉命撞击你舰的经典再现。通过这种强硬的方式，也让美国及其附庸们知道，中国绝不是好惹的。